这是一座中国城市，街上却到处是俄文和俄国人。绥芬河是清政府与沙皇俄国修建的中东铁路在中国境内东部线的终点站，过境后便与俄罗斯铁路相连。这是一座被火车拉来的中国边境城市。原来这只是清皇朝的封建地，是河北、山东、河南流民闯关东的垦荒地。今天他的邻居们俄罗斯人也成为了这里的常客。1860年，俄国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吞并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使绥芬河地区成为了中俄边境地区。今天，阿树离开前面3级的中朝俄边境城市珲春市，往北搭车约500公里，前往百年口岸城市绥芬河。你好，我是正在探索中国东北边境线的阿树，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俄边境之旅。司机走到了公安检查里面，附近虎豹出没，禁止人员入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宣。我是今天早上离开珲春市的，大白沿着331国道一路北上。331国道呢是中俄边境上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左边是中国，右边是俄罗斯啊。这条公路穿过东北虎豹国家森林公园，一路上能看到牌子上写着虎豹出没，禁止入山啊。快入冬以后啊，我看到东北这边挺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戴起了口罩。现在是在珲春市跟东宁市之间的一个镇子叫黑山镇啊。司机下来休息一下。大白菜、狗肉、羊杂、炒菜、水饺。肉串毛蛋，看哪上好？这是毛蛋是吗？对，东北这边也吃毛蛋呀3块，为什么南方便宜？这个毛蛋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大葱啊，东北人买大葱都是一捆一捆的买回去的。这大葱比我在珲春看到的要大得多。你看，这是我的那个手的那个。师傅，这个大葱怎么卖呀？1块5啊。诶，这个小镇啊叫黑河镇，它是在中国跟俄国交界处的一个镇子啊。到这边已经因为进入不知道是不是进入黑龙江了，在这边已经没有朝鲜语也没有俄语了。胡萝卜，胡萝卜，多少钱1块5。啊，多卖2块了，我着急，我快卖1块5。啊，你老家是哪里的？哪里来的东北？山东的。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嗯。我们常听说的闯关东，是指清朝入关后，白山黑水间曾经的建州女真之地被视为祖宗肇兴之地而实行封禁。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已经全面转为衰弱，特别是东北在列强的侵略下处于全面的危机中。由于清政府对东北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造成了东北人烟稀少，大面积土地荒废。1850年后，自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吃不饱的流民不顾禁令，成群结队冒险闯入关东。至1910年，东北全境人口由289万增长为2158万，平均每年净增加30万人。流民私垦荒荒尽地，逐渐形成村落，满满的这种边缘小镇的氛围感。太有意思了。姐，这是什么呢？苦瓜干。苦瓜干。哦。你这是来黑龙江干啥的？我过绥芬河旅游。旅游呢？来赠你瓶水喝，到我们黑龙江。啊，送给我？送给你的。哦，这不好意思吧？没事。啊。好。谢谢。所以我想，是不是到了黑龙江了？是到黑龙江了。乡村图景啊，黑水泉休闲洗浴。看一下这边喝的啤酒，花河啤酒，牡丹江产的。
这楼还挺有欧式风情的，东宁农村商业银行。现在已经进入东宁市了。东宁市是一个俄罗斯的中俄口岸城市从那里电子签呢能直接去到俄罗斯。很多国内的游客，他如果想自由行的话，他就会从东宁进入俄罗斯。这些老楼那挺有这种混合的一个气质的。欢迎来到牡丹江市。从珲春到东宁穿过一大片的山区主要看到的种植作物就是玉米。到达绥芬河市，在市中心找了一家宾馆。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这家宾馆住了30-40名俄罗斯商人，整个宾馆几乎被俄罗斯人承包了。他们来绥芬河扫货，并带回俄罗斯售卖。来看一下，咱们在绥芬河住的一个宾馆。标间，墙上有壁画，有电话，桌子，电视机。看一下窗外，你看，窗外的商铺全是俄语的，连中文都没有看到。住3天，60块钱一天。感觉这个宾馆挺有年代感的，有这种很老的柜子，老式的柜子，马桶，然后洗漱台一次性的洗漱用品，是24小时热水的。它是没空调的。门外来来往往都能听到这些俄国游客的交谈的声音这里住的还是主要是俄国人。我看那个前台呢，也是能流利的说俄语的。街上的俄国人比珲春还多，感觉俄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一样，没有那种很浓烈的异乡的感觉因为这里满街都是俄文，满街都是自己的同胞。这电梯里面也只有俄文汉字都没有Hello, my dear friends. In the next 3 days, let's explore the border city between the Russia and China. Let's go. 这些商铺的名字有时候甚至连中文都没有。你看它这里的建筑是不是有点俄式风情它的房顶都是那种哥特式的。可以看到一些商铺，它招聘的是俄语服务员可见俄国顾客还是多呀。有一些商铺呢，勉强给自己起一个汉字的名字有一些干脆就汉字都不起了，全部是俄文的。海参崴旅游免费咨询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波格拉尼奇内接壤，是牡丹江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为11万，因境内流过的小绥芬河而得名。在19世纪，中东铁路在绥芬河设站，
因此呢，绥芬河这一片荒地渐渐发展了起来，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从绥芬河的火车过境后，即是俄罗斯在海参崴连接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绥芬河成为黑龙江对俄罗斯贸易的基地之一，边贸生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烤五花肉啊25一条。啊，那跟我们南方一样的，我们那边也是25一条。都差不多。烤鸭是不是也是25一个？我们这儿卖20。您是怎么学会俄语的呢？自学。自学？对。怎么学呢？就是买本书，自己学。啊，学了多久能够跟这些俄罗斯人交流呢？几天就学会了。这么容易？非常简单。它这个上面是俄语，给你翻译成中文，你直接读中文就可以了。哦。因为就是你学的这一套啊，烤鸡、烤鸭、五花肉，你就自己学这个，然后别的嘛就慢慢的就一点点就会了。一点一点就会了哈。对。那你能跟他聊一些就是简单的话题吗？比如说天气啊、美食啊，还是说只是会这些？只是会这一套，简单的会几句。啊，但是能够做生意没有障碍。对。啊。像那商场里那些小姑娘，她们能唠嗑跟他们。哦。昨天看天气预报说今天雨加雪啊，没有等到雪，等到了雨而已。不过也挺冷的，应该是0度左右啊。给不了，那不行，给不了。多少给你1块钱。不是这个，这1兜呢，2碗呢。我要1碗。你要1碗？啊。这就大碴粥啊。里面是玉米是吗？对，玉米饭豆。我们这东北的那什么嘛，特色。大碴粥嘛。看一下。看看吧。是不是加了一些这个淀粉呀？没加淀粉呢，就玉米熬出来的。哦。嘎嘎好吃，我们东北大碴子嘛。好的。你们南方都知道东北大碴子吗？尝一尝东北特色。东北特色大碴子。买完我才发现这个是不配勺子的，所以我还要去一元店买一个勺子。这是义乌小商品城啊，一元店。哦，这个小商品城还挺大的啊，感觉应有尽有啊，排插、儿童玩具、手套。哦，正需要一个手套，现在下雨了，特别冷。内衣内裤、床上用品、棉被、帽子，就是一个超市嘛，但是是主打义乌小商品的一个超市。这种小店我感觉特别受俄罗斯人欢迎啊，因为俄罗斯人感觉他们就是会过日子啊，要找那些比较有性价比的小商品，这也是他们来中国购物的一个其中原因之一啊。购买中国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啊，因为俄罗斯轻工业相对薄弱啊，他们主打是重工业，所以这些小商品在他们国家品类没那么多。你看这个大碴粥是很热的，然后呢，跟这个塑料的话，其实是会化学反应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啊。吃到胃里面对身体不好，但是这边就是这个传统啊，没办法。买了个勺子5毛钱，这些针织帽吧15块钱一个，这袜子才2块5一双，这些手套2块5的、3块9的、8块9的都有啊。你们觉得价格怎么样？这些比较厚的棉手套啊9块9啊。2岁半的妹妹，来，来吧，来。吃个粥太不容易了，又去找店买勺子，然后又找店看哪里能洗勺子，没有味道了，没有加盐，就是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不好吃可言，就是吃饱，2块钱的分量还挺多的。这个爆谷跟我们南方常吃的那些软软的不一样，这个爆谷感觉是有点硬。我问那个大姐，我说俄罗斯人吃不吃这个？他们说他们不太吃，他们喜欢吃，沙拉，然后奶酪之类的，感觉比较喜欢吃甜的。买了这个是韭菜盒子，2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叫栗子包。
这个不错，它这个外焦里嫩的，韭菜是咸香的风味，然后呢韭菜比较入味，韭菜鸡蛋。再来试一下这个板栗的饼啊，里面的板栗就很薄一层，就软软酥酥的，板栗呢就是清甜的味道，不错。这个是软糖啊，17块8一斤。这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呢？因为俄罗斯那个小孩儿，这不都是各种形状吗？嗯，你看这都是带形状的。嗯，他们回去都往回带。啊，他们那边没有这个啊。没有，给他做咖啡这个是。面袋。嗯。Здесь такие пакетики, только поменьше. Поменьше? Нету? Чтобы много-много-много разных маленьких подарок. 哦，香喷喷的瓜子，6块8。这个榛子是东北特产，这一包是吧？13块3。这个是小西红柿吗？对。哦，小西红柿最好吃。哦，这个是。这叫花皮球。花皮球。6块钱一斤。啊，自己种的。那个叫牛奶黄。尝一下就好了，好吃再来买。这个叫草莓柿子是吗？对。大姐说这个是乌苏里江抓的，叫狗鱼哈。对。多少钱一斤啊15一斤。15一斤。这个呢？赶牙子、黄辣丁。哦，这也是乌苏里江来的。对。啊。都是野生的。大蟠头。大蟠头。眉山新海湖来的。嗯。你能看到那个淅淅沥沥飘下来的白色的颗粒吗？那就是雪了。这就是我在东北经历的第一场雨夹雪。因为现在气温的话是0度、1度、2度，所以这个雪一下落下来它就化了。为什么叫笨榛子呢？就在山上长的，长得比较憨厚。15一斤，这个小一点。油炸雪松子60元一斤。这个是海松子50元一斤。小兴安岭红松子70元一斤。哦，这个是目前看到最贵的特级松子90元一斤啊，东北特产松子。我那天买了一个松塔，然后回去一颗一颗掰下来，我整个手全是那个松胶吧，就是特别难受。我洗了大概20分钟才把那个松胶给洗掉，用肥皂、用洗洁精啥的。这个南果梨3块9一斤啊。山楂，看到了吗？那个白色的，那就是雪了。这是我在东北看到的第一场雪。来到这个雪下的就大了一点。这是绥芬河市啊，唯一的一个市区里面的湖泊。前面呢就是绥芬河博物馆啊。你看那边的那个晚霞，还挺漂亮的，但是旁边这个浓烟滚滚的，给你看一下。那个建筑啊，很有俄罗斯风情啊。你像这些围栏啊，都颇有一点俄罗斯的质感啊。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免费参观，也是原绥芬河市博物馆。建筑年代1998年。军事翻译帮助苏军劝日本人投降，结果为了和平牺牲了，被日军杀害了。然后普京都给他题词了，所以为他建了这样的纪念馆。这是他父母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华俄血统组成的家庭。他是出生在绥芬河的一个中国混血。哦。因为他会俄语、会日语，还会汉语3国语言。然后17岁的时候，正好是1945年，他作为苏联空军的军事翻译，然后去到天长山劝日军投降嘛，那么2战的时候嘛，然后就被日军杀害了。哦，英勇就义了。对。朱镕基，2005年，绥芬河是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中俄边界。20世纪初因中东铁路修建而设站，形成城市，成为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商埠。被誉为宁安以东的国境商都，作为边关索要战略要地，绥芬河被称为国门。历史上先后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此居住，设有俄国、苏联、日本领事馆，各办事部门素有其制，故有其政之称。
中东铁路通车后，纷纷涌入随风河跑崴子的关内老客。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统在给随风河和平天使伽利亚雕像回信中说：“我建议纪念碑上应刻上这样一句话：俄中友谊就是互相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要铭记过去，展望未来。”这里有一个广场啊，广场上有一座瓷碑吧，在顶上有一颗5星，然后下面写着1945年，把我们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红军万岁。随风河的这些建筑啊，给我一种苏联遗风的感觉，都是方正而庄严啊。这里是中东铁路记忆馆啊。从东宁坐车来随风河的路上，我问师傅，我说你觉得东宁好还是随风河好？他当然是东宁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随风河啊，这个山路太多了，上坡下坡，上上下下的，我反而很喜欢这种，就是地势上比较高高低低的这些县城啊。你比如说重庆、香港，这个新街镇，就我去过的这种，坡度很大的一个县城呀、地方啊，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风河火车站候车室。始建1899年，俄罗斯人曾称其为边境站。1903年，中东铁路正式运营之际，定名为随风河站。该站是中东铁路中国境内东部线的终点站，过境便于俄罗斯铁路相接。中东铁路啊，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译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为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随风河，全长1479公里；南支线从哈尔滨至大连旅顺口，全长1009公里，构成一纵一横丁字形大铁路，合计总长为2489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越国外交下中俄合铸的股份制大铁路。投资总额约为1000万两白银，清政府投资500万两，方投资500万卢布，中方出任督办，俄方出任铁路管理局局长。你看，这里是随风河，这里是满洲里，这一条满随铁路呢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哦。横跨东北的这一条中东铁路呢，它的诞生背景跟垂死挣扎的侵华朝想要自救有关啊。因为当时中国跟日本打了一仗嘛，中日甲午战争输了，那么侵华朝想要自救，就很想跟当时比较强大的沙俄结成这个军事联盟嘛。然后呢，当时沙俄呢也想要扩大在远东的势力，因为他的太平洋舰队在这个海参崴嘛。所以呢，他想要缩短从俄罗斯莫斯科那边到达海参崴的这个距离，所以他提议跟清政府建立一条这个东北的铁路，以便缩短到达他太平洋舰队母港海参崴的距离嘛。所以就一拍即合啊，一个沙俄想要这个扩大在远东的势力，能够更快的抵达他们的海参崴，而清王朝呢也想要有一个这个靠山嘛，或者说有一个伙伴共同对抗当时对这个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条中东铁路。咱们看才4点22，很多的建筑都亮起了灯光啊。东北天黑的很早啊，越北的话天黑的越早。乍一看以为很多职员在加班啊，其实现在还不到下午4点半。我看到一个铁路上面载满了货物，我想看是什么货物啊？的树干、木材。我现在来到了随风河的火车头广场啊，眼前的这个建筑叫随风河铁路大白楼，随风河中东铁路建筑群铁路公务段旧址啊，都是一些100年老建筑了。像眼前这个是典型的俄式建筑啊，据说建于1910年，它属于中东铁路的铁路公务段旧址啊。咱们走近看一下，这里居民在踢毽子啊，
男女老少，感觉真的是秋风萧瑟呀。看看俄式建筑的样子啊，现在改造成了一个叫契科夫咖啡馆了。你看它是这个红砖结构的，涂了一些黄色的颜料吧。它的一个店铺的名字也是俄文的，这就属于是黑龙江的文物保护单位了。眼前这又是另一座百年建筑啊，大白楼，建于1903年，最初是总理委员的官邸，后来1933年为满铁日籍员工宿舍，1945年为苏联铁路专家宿舍及办公地。我们进去看一下。哦，里面在重修呢，正在施工中的大白楼，准备就翻新了。看看它旧有的模样吧。闭馆通知啊，预计工期80余天。这个就是在百年大白楼跟铁路公务段旧址之间的一个百年火车头啊，这种老的蒸汽火车。绥芬河给我一种感觉啊，这里曾经是东北的工业重镇，甚至是中国跟当时苏联的一个重要的互贸互市的一个节点啊。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啊，然后这里慢慢的就退出了相对中心的历史舞台。但是呢，你能感觉到，虽然它家道中落了，但是这里给人一种从它的街道、从它的建筑、从它的这种历史文物，你感觉到这里曾经富过，曾经豪过，曾经被万众瞩目过。现在呢，就到处弥漫着一种陈旧的感觉。你看，秋风萧瑟，树叶沙沙作响。我路过一家叫星巴克啤酒的，没想到它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而且地图上也显赫的显示它的这个位置啊。星巴克精酿啤酒。对，这个房子是文物保护，解放前的俄罗斯建筑。哦，又一栋俄罗斯建筑啊！教堂，它是汉字跟俄语双语的。我就住在这楼下，然后我发现这个车来车往，可以说车辆络绎不绝的地方，没有红绿灯。所以我每次过路口我都挺小心的。通常这些标着俄语的商店啊，你进去看的话，你会看不到一个汉族的，全是俄国人啊。我发现俄罗斯人真的爱喝酒啊！刚路过一个40多岁的妇女吧，现在属于是早上了。然后呢，她拿着一瓶罐装的啤酒啊，从我身边路过，我能闻到浓浓的啤酒味啊。包括昨天啊，我在酒店的前台，一群俄罗斯人进来的时候呢，也会在酒店边上的小卖部买几瓶啤酒，一边喝一边上楼这样子。咱们来试一下刚买的一些东北土特产啊，尝一下这个，里面的那个汁水特别多，西红柿的口感。再来试一下这个，说是草莓西红柿啊，糟了，我这衣服全那个了，溅了一身黄色的液体啊。它这个汁水很多，你能看到啊，这个好吃，这个甜甜的，而且西红柿的风味挺浓的。像很多水果它已经没有水果本身的风味了，就是因为它那个土壤已经没有肥力了，然后不断的用各种的化肥，但是都没有效果。哇，今天这个天气太奇绝了，
又是下雨又是下雪，然后那边晚霞无比的灿烂啊。现在下午4点钟啊，看一下即将进入黑夜中的随风河市，它是牡丹江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啊。这个落日晚霞下，把这些建筑呢有一种橘红色的色彩在里面。这一排建筑都是俄罗斯商品集散中心啊，它大概母公司是不是罗斯帝国？这个名字起的耐人寻味啊，罗斯帝国2期。俄罗斯海鲜街，批发俄罗斯海参。哇，你看那晚霞很夸张啊，太夸张了这晚霞。这相机还没能呈现出那种色彩的层次啊，它那个层次比那个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随风河片区啊，里面有金融超市之类。离境退税，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凭护照可以申请开具发票和离境退税单，在离境时可以办理货款8%或11%的增值税退税业务。退税商品涵盖手机、电脑、家电、服装、鞋帽、食品等。这里是随风河广场啊，中心路段了，也可以理解成是它的市中心了。直播的已经出摊了。看这闪烁着的这个霓虹招牌啊，都是俄语居多，不知道还以为走在俄国的街头呢。我现在在随风河市中心的一个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超市啊，它有3、4层啊。咱们现在在它最下面这一层，这个区域是卖酸奶。像这个有8杯的酸奶哈，12.9块啊。像这些一袋纯牛奶啊，2块钱2块2，一箱一箱的纯牛奶啊，39.9块49块9，4块9，还可以啊。你像这个招牌吐司，10块钱，这个芝士奶酪吐司啊，9.8块。这里是卖一些冷冻禽肉的，鸡胸肉6.9毛8一斤。这个冻鲅鱼4.5毛8一斤啊，沙丁鱼6.9毛一斤啊。就来到了水果蔬菜区啊，茄子的话4.9毛9一斤啊，尖椒5.9毛9一斤，西葫芦5.9毛9一斤，圆茄子4.9毛9一斤，土豆1.2毛9一斤，紫洋葱2.9毛9一斤，洋葱1.9毛9一斤，大蒜8.9毛9一斤。姜是12.9一斤啊，地瓜1.9毛9一斤，板栗南瓜2.9毛9一斤，贝瓜3.9毛9一斤，这个西红柿6.9毛9一斤，冬瓜2.9毛9一斤，蒜苔9.9毛一斤，砂糖橘15.9一斤哦，比我老家广西贵了好几倍，毕竟这里远离产地嘛。爱媛橙9.9毛一斤啊，这种各种苹果啊6.9毛9一斤。这里是米面粮油啊，这个长粒米5公斤39.9，那就一斤是3.9。东北米还是好吃的。这些5升的大豆油是9.9，大渣子粥啊，它卖1.7毛9一斤啊。榴莲33.9一斤。也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一种吧，这一盒的话19.9。在这个商场倒比较少见到俄罗斯人了。水产罐头、酒水饮料，这里有6罐雪碧17.2，这个市场价卖3块的，到了随风河这里卖3.5啊。倒是这个农夫山泉的话呢，市场价2块钱，在这里卖1.5啊。就是到了快下班了，一些糕点啊就开始大甩卖了。杂粮切片面包啊，出清价4块钱。哇，直接抢，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呢。这一盒是黑芝麻麻薯啊，6块钱。这个原价15块钱的果仁列巴，现在卖7.5啊。还有2天的保质期，咱们整一个。
这一袋鸡蛋啊，大概有10几个吧，它价格是5块2毛9一斤啊。没有，可以看到啊，超市的售货员也是可以用俄语交流的，而且俄罗斯的顾客通常都是用现金的，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电子支付啊。绥芬河市公安局呢也是有俄语的汉字跟俄语两语制啊。忘不了你给我的爱。这里是绥芬河广场，可以看到有很多个国家的国旗啊，巴西、英国、北朝鲜都看到了啊。你看这位直播的这个穿着东北大棉袄的一个大哥啊，他就唱的是一个俄语跟中文2个语言都有的一首歌。在绥芬河，因为它这个天黑的特别早，5点钟就天黑下来了。所以呢，晚上有大把的时间，但是这里又是一个边境的小镇啊，娱乐的夜晚的夜生活没那么丰富啊，所以我也或多或少能理解这些俄罗斯人为什么在超市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买那些啤酒啊，就是几个小伙伴在酒店里面，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唠嗑，这样子就消遣时日啊，打发时光。这里一看好像以为是快接近深夜了，其实不过是下午的7点左右啊，但是给人一种好像很晚了的感觉。这一家按摩保健店啊，你看大字还是俄语的。Yes. YouTube。不愧是战斗民族啊！你看我把我所有最厚的衣服都穿上了，他就一件短袖。我感觉俄罗斯人不仅来绥芬河购物旅游啊，他们来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就是保健按摩之类的。因为我看到街上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店铺，而且呢，他那里的俄文写得很大，中文写得很小，显然就是为了主打为这个俄国人服务的。现在8点了，这街道都空空荡荡的。您家是这里人吗？是这儿的。您白天有工作吗？我白天我哄孩子，在家带孩子。在家带孩子。哦。给孩子做饭。啊。就是锻炼嘛。锻炼。吃饭主要锻炼。哦。完再减点，哎呀，也减不多少，都掉价了，也不值钱。1天减10多块钱，15、16块钱。啊。一个月300来块钱。啊，您这心态挺好。啊。这泡沫能卖8毛钱1斤是吧？8毛钱1斤。哦，看这商铺的话，有一些是连汉字都没有，只有俄文。阿丽娜西餐厅。俄罗斯大创喀秋莎餐厅。你以为置身在异国的街头呢？在街上响着俄语歌曲，香肠列吧，熏鱼熏肉。恨不得在这个街头起舞啊，这感觉有点奇妙。会俄语还是挺有优势的。你看一下这个工资呢，比其他岗位要高啊，
俄语点餐员市民5000到6000元，你像服务员只有3000到5000元，钟点工时6元1小时啊。以上就是本期我分享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下期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座中俄边境城市的早市是怎么样的。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